平生缘，一叶扁舟连波烟。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烟波脸。故人久未见，分时煮酒杯未满。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化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杯落残垣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化尘烟。豪杰终结化尘烟。两者，国之大计，家国大事，无一不与粮食息息相关，甚至能左右一个王朝的兴衰。周桓王初年，郑庄公因不满桓王革其上卿之职，大怒之下，机欲废王另立，又恐诸侯声讨。如此微妙时刻，他却派人偷去王室荆棘的心脉。你可能一解。上公子，将军此刻不在中军，通知您先去军备营帐等候。老九，跟我大谈取一乐风，不是为了这个空出来的私利之缺吧？老四，你怎么看？儿臣以为，不如先招纳魏忠，再委与可信之人，以左翼之位与之相互牵制。不，秦将王已陈兵边关，恐将发寒。你们几个做得很好。原来如此，斥候虽然可能无辜，却不得不斩杀。如今有计二则，希望王上慎行之。今日竟有一队斥候全员死亡，尸首已经运回军营，此事必有蹊跷。成角12岁受封公爵，庄襄王亲授碧玉扳指以为信。母亲太后，重负相国，这封信我该发给谁？你们几个行色匆匆，所为何事？参见将军，属下今日查点名册，发现一对斥候死因有异，特来调查。此事我已知晓，我也觉得奇怪，已派专人去查了。将军，他们不仅死因有异，而且死亡记录也疑点重重。而且属下刚刚询问岗哨，得知那对斥候回营时带来了一队人马，这队人马并没有记录在册。你作为千长，这样做很好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既然你已经查到这一步，本将军也不瞒你，今日随斥候回营的，正是使节李斯大人一行啊！李斯大人，李斯出使韩国，得到机密情报，假道5岁，绕道返回咸阳。一旦被六国获知，恐怕会与秦国不利。是，属下明白。你戍边在外，抗击敌军才是本职，其他的事还是让本将军来操持好了。是，将军。我欲铸一把天子之剑，可愿与我一同去开创这千古一国之梦？
李大人，左庶长有请。王乙，树木可清点完毕。今已清点，树木与昨日分毫无差。分毫无差。如此说来，斥候小队确实是回营之后。司马瑟夫，斥候队今日卯时带回的车马现在何处？今日未曾见过外来车马呀。没有马车。深夜调马，所谓何事？千长大人，是王乙的亲兵。属下奉左庶长之命，送一封急信出营。急信？送往何人？左庶长密令，属下不便透露。左庶长命令虽然要紧，但大秦律也规定，营门一旦闭合，如无战事，不可擅自开启。这信是要送往咸阳，耽误不得啊！咸阳？不，属下是说，此信是左庶长亲自命令属下送的，怪罪下来，属下担待不起。你很懂马，挑了一匹最快的马。这果然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任务啊！王乙将军，将军深夜邀请，不知所谓何事？眼下秦国朝堂风云诡谲，各方势力相互交错，而大秦军队正是各方势力所竞相染指的。而上公子又孤身在外，难免受歹人觊觎。王上亲政不久，朝野内外可都不太平。朝中内有太后垂帘，外有吕相辅政，怎么会不太平？将军多虑了。这么说来，我记得李大人可是出身相府？承蒙吕相抬爱，李斯才能涉足仕途。那李大人今日为何会跟上公子在一起？王上尊吕相为仲父，效力于吕相，自然也是尽忠于王上。李大人说得对，只是本将军有一事不明：上公子如此身份，适逢秦韩两国旦夕交兵之际，为何却在两国边界的5岁突然出现？上公子是从韩国归来。韩国，这不是孤身犯险吗？确如王乙将军所言，上公子在韩国可是屡屡遇险。韩国竟敢做出此等事来，我明日就发兵南阳，为上公子讨回公道。并非是韩国无礼，上公子所遇危机，出自于巴陵龙。巴陵龙，我听说过。听闻他们是江湖上最顶级的刺客团体，想不到他们竟敢……兄弟戏于墙也不过如此，何必手足相残呢？手足相残，他知道成角是巴陵龙之一的镇侯。王乙将军镇守边关，对韩国发生的事，倒也所知不少。本将军年迈，长安军成角作乱于屯留，是1年前发生的事了。本将军竟然搞混了。将军操劳军务，一时记错也是正常。这不打扰了。
李斯告退。李大人此前曾言效力于吕相，也是尽忠于王上。只是李大人只有一条命，却准备如何护住2个人呢？你以为王乙此人如何？王乙以往作战凶猛，用兵多谋。邯郸矣，王乙久攻不下，其军功却不降反升。他得知上公子消息后，即可安排在别帐营后，秘密斩杀赤后，又接连献上计策，步步设局，环环相扣。在下观此人颇有城府，他能获得如今地位，大概也因如此。王乙走后，军营里巡逻严密了许多。上公子不必担心，很快就会有机会返回咸阳。李斯，你是说？请止步。左庶长有令，任何人不准出入此帐。帐内何人？属下不知。不知，还是不能说？这是将军的命令。军序营记录所示，一时所送信笺所用的帛书笔墨，分明被送到了这座营帐。我暗例巡视军营，也是军令。请止步。你是？在下葛聂。葛聂，王上首席剑术教师，为何来此？此剑为王上亲赐。我身为大秦千长，巡视军营，乃职责所在。大人的职责应该去问左庶长。哼！任何人不准出入此帐，也包括我。原话确为任何人。伤口细薄，是利剑所伤。这一举却是钝器所伤，用力极为刚猛。葛聂，他确实有这等身手，但这个钝器伤口，你们带出营，埋了。酒。左庶长大人，属下有事求见。进来。左庶长大人，属下今日巡视营帐，发现诸多可疑之处。名册记录斥候在外遇袭，但军营内马匹数目却分毫无差。恐怕斥候之死，并非这么简单。郑庄公偷周王室的麦子，视为僭越之举，但事实却远不止如此。郑庄公因周桓王革其职而怒，此时派人偷取周氏心脉，其实是一种试探。如果周桓王因此动怒，也不过派人过来责难一番。但若桓王视而不见，此后周桓王虽然大怒，却并未谴责，
庄公因此探出周王室已是强弩之末，故而才有了后来震惊寰宇的如葛之战。虚实难明之际，须以动静而试探，此乃鬼谷百合之道。魏庄兄，看来郑庄公一代君王对鬼谷之道也颇为了解。